我为丁火。这个光球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击不碎它。他在抵抗。你们以为这么重要的信息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吗？都给我做好玩命的打算！坚持住！成功了！靠我一个人，恐怕要丢半条命才能做到。怎么样，老王？见识到了吧？武侯奇门的妙处。老王，记得加强啊！都知道了吧？幕后的黑手，数字门目前头号人物，师老之一，陈金奎。你们术士还真是轻松啊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知道想要的答案。要不是你们带我进内境，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这种体验。我们要不趁着现在阵法还没结束，再多问几个问题？想都不要想！张楚岚，你问了什么？这就是甲申之乱的真相吗？张楚岚，张楚岚，停下！放弃吧，别说我们3个，就算10个、100个也打不开。张楚岚，醒醒！这家伙到底问了什么？快醒醒！来了，3个全来了，赶紧把他们的气送过来。这个这样吧，阿刀，张楚岚，走开！宝儿姐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你终于醒了，快走！进来！什么情况？行了，我看你们气到处乱窜，完全走偏了，给你们顺气脉。张楚岚，你到底问的什么呀？你差点把我们2个都害死，你知不知道？问你话呢？算了，老秦，把外行拉入内境，我没有责任。对不起，
是我连累大家了。你没有受过奇门心法训练，被迷惑在所难免。如果我没有从逆境中醒过来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如果你不清醒过来的话，咱们三奇的身份就不成立，我也就没有办法解除阵法。而你，如果执意去冲击那个答案的话，肯定会粉身碎骨，最后我们两个也会被那个答案给吞噬，沉沦在内境之中，变成行尸走肉。宝儿姐，幸亏你出手的及时，大恩不言谢。没得事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冒险还算值得。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面对的敌人是谁了。接下来交给我了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我的工作还没结束呢。太爷，怎么样？这小子把关于宫琴和传信的记忆全都删了。你先上去吧。丽丽啊，你小子嘴硬得很呐！赶紧把张西陵田径中的记忆交出来。这八戒记到底说的是什么？当初从吕家逃出去，求得全心的庇护，背叛族门，罪该一死。但今天，只要你把八戒记的线索告诉太爷，太爷保你不死。太爷，我当初跑出去，是因为所有人都冤枉我杀了小欢。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事，撒了很多谎，但唯独在妹妹的事情上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小欢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是看着你们这些崽子长大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了解。就算是你杀了小欢，我相信那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没做。大兴地利，我不希望你是凶手。我们吕家的每一滴血，哪怕是你这荒唐的家伙，我都是格外珍惜的。我希望你能把八七七的记忆交给太爷，我会重新让你成为吕家的人的。太爷，你愿意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吗？愿意。不过太爷，您能不能回答我一件事？说吧。我在田径中的记忆中看到了双卷手，太爷，为什么明魂术和双卷手那么相似呢？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这可是我们吕家最大的秘密啊！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也应该知道了。谢谢太爷。蕾蕾啊，你不是想知道双拳手和冥魂术的关系吗？太爷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这是我们吕家最大的秘密，你得守住啊！
小环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继续寻找真相了。这又是三儿给咱们找的帮手吗？临时工高二壮，居然是个妹子，头像还这么萌。方不方便电话沟通？切，这么神秘。宝儿姐，我们走。嗯。这个高二壮选在这里见面，我总觉得有点不靠谱。这边开机。三儿介绍来的，又跟我一样是临时工，肯定靠谱。17号，这边。然后呢？开机。开机。打开摄像头。二壮说要找个人。秦鹏，23岁，程序员，艺人。就是这个人窃取了公司情报，我已经把他的信息发给你们了。晚点你们把他带到公司问话，看看他背后的人是谁。所以我们就是过来替你开个机，这就完事儿了？对啊。你是没钱上网还是未成年啊？哎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，为什么要我俩跑一趟？宝儿姐，这姑娘本事是挺大，但脾气也不小啊。张楚岚，不许在背后说我坏话！宝儿姐，她就在我们身边，她听得到我讲话。别找了，张楚岚，我就在你身边。叶子海之男谁啊？谁呀？谁呀？这是你看。奶奶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也不晓得我今年多大，我算一下，宝儿姐，不要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说，还是个外人。把手机还给宝儿姐。就你本事大是吧？啊！有本事你出来啊！你给我出来啊！出来啊！一心人，你出来啊！嚷嚷什么呢？没什么呀。我已经问过了，这个叫秦鹏的程序员是上个月才加入的全新，这次是上面给他的第一个任务，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入侵的是公司的系统。那是谁给他下的命令啊？他说他忘了。忘了？是真的忘了。我用过各种办法，对方的姓名、性别、长相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难道和吕梁有关？抓到的几个黑客都跟秦鹏一样，忘记了委托人的所有信息。是不是他的记忆被别人动过手脚？应该是某种异能手段。这件事我向上汇报的，你们不用管了。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嫌疑人都已经抓到了，你和宝宝可以放假了，回去吧。嗯。你也回去吧，继续调查秦鹏的记忆是如何被抹除的。
确定他真睡着了？放心，我放的东西他会睡到明天中午了。多少钱？不吃五花肉就没事。你要他眼镜干什么？你也近视了吗？我们每次跟二壮交流的时候，他好像都在我们身边，对我们一切了如指掌，就跟能看到我们一样。但我们却看不到他。能跟他交流的只有3个，所以根据我的推测，3个肯定是有某种方式跟他联系。我观察了许久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这个就是跟二壮交流的奥秘。让我看看你这个高二壮到底长什么样子！哎呀妈，张楚岚，你戴眼镜也太丑了！你戴着眼镜咋这么丑呢？你果然不是人！你才不是人呢！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是 AR 还是人工智能，或者是宠物小精灵？二壮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饿不饿？不饿。他看着咋这么傻呢？他确实挺傻的，不像我这么机智。我，哎，二壮，其实你就是哪头图的中央系统，对吧？对。二壮，所以系统被黑，信息被盗，包括快递送错这些事，你全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处理快递信息就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。那全信盗取这些信息，他们想知道什么？他们有什么打算？当然告你啊！二壮，有啥好处啊？你想要什么好处啊？这可为难我了。那这样吧，选一个你最爱吃的，跟我描述一下味道，越详细越好。你不是在逗我吧？二壮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那我也吃不了东西啊。你不愿意啊？那我走了。哎，别！什么味道啊？有点咸，就有点咸呢。嫩滑、酥脆、饱满的肉感在口中融化，丝腻香甜，回味无穷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串，这是人生的味道。再接着咬下去，味道醇厚，仿佛一瞬间带你回到了大草原，田园牧歌，策马奔腾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等等，还有远山树林的味道。为啥所有这个羊都尝的味道？可以了，终于感受到食物的味道了。那我就勉强告诉你吧，这次全星偷走的那份资料呢，是关于8奇迹创造者的，里边呢有他们的身份信息，还有生辰下落啥的，反正死的活的都搁里边。他们要这个干嘛？那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还知道一个消息，就是全星出了个新任掌门。新任掌门？他们之前不是代掌门？是新任掌门，不是代掌门。什么代掌门、新任掌门？你说清楚点啊！你给我描述的呢，就够回答这么多问题的。再见。哎，你别，还真走了。全信掌门为什么偷走8奇迹的资料？这8奇迹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这要师爷没禁闭，我还能问问师爷。但现在师爷禁闭了，我问谁啊？哦，吕家问题很大，涉嫌多宗违反艺人管理条例的案件，
但我们哪儿都通，一直找不到直接证据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这个院子好气派啊，比狗娃子他们村大多了。当然，这毕竟是石老的地盘。都这么晚了，这些人不睡觉吗？吕老爷子，吕老爷子，发生什么了？吕梁在哪里？太爷，太爷，没用的东西！阴魂术一直没有练好，你还有脸叫？这是啥地方？走，下去看看。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。这是吕梁的眼睛。那他人呢？我亲眼看见他被吕家人抓走了。这是你爷爷和我重要的记忆，假山之乱的真相就在这里，但是只能我来解开。掌门到，大家快站好，迎接新掌门。各位，我已经拿到了八奇迹的核心信息，想不想和我一起重现一个真正的全息？姐，什么？挡住啊！哦。主人，宝宝，别大意，
几个家伙有点手段，公司的好几个普通员工都在他们手上。王二姐，我的雷达对他们不起作用了，他们身上可能有无声法器，你们要小心一点。法器，啥子法器？这就是法器。夫人，和最近的案件情况类似，这些艺人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势力。 三哥、四哥，什么情况？公司的档案里没有这几个艺人的信息啊？难道他们不是艺人？总部怎么会派人过来？我哪知道啊？走。三哥、四哥，出什么事了？ 总部命令，临时工立即停止所有行动，就地控制。相关负责人回总部召开紧急会议。入围的特派队员待在里面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别出来！把手给我松开！你们到底要对他们做什么？在，跟他们废什么话啊！老四，我们是哪儿都通的。冷静一点，你先过去。 听我说，待在里面千万别出来，外面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。走吧。徐队先生，里面请。徐四也到了，人都到齐了。老毕，我们开始吧。 陆南的老廖还没有来呢，他不会来了。昨晚西南大区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发生了一起异能杀人案，死者就是廖忠，而杀他的人就是他手下的临时工陈铎。陈铎作为特派队员，违反艺人法度，危害极大。他的行为已经充分地暴露了临时工内部的巨大隐患，陈铎必须捉拿归案。其他临时工也存在风险，必须接受全面调查。这件事总部会亲自处理，把他们送进暗保。查出问题的就不要再出来了。老毕，别那么早下定论吧。找大家来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集思广益，讨论对策吗？就是因为讨论来讨论去，才讨论出今天这个不可收拾的局面。毕董，一个陈铎犯了错，也不至于要搭上6个不相关的人吧？不相关？你父亲徐翔20年前设立了这个职位，初衷是为了解决艺人界管理的棘手问题。可实际上呢，这些特派队员却个性太过突出，不受控制，
行为风险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违反原则。而且他们的身份还都受到了严格的保密。你们为这些来路不明的人谋取了特权，难道你们还要执迷不悟吗？这些特派队员的选拔确实不拘一格，这点我承认。但是在廖中出事之前，这些人在公司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，为艺人界的稳定也出了不少力吧。这里有功劳，也有苦劳。你现在就因为一个陈朵要对他们全盘清算，多少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吧？老廖是死了，但是陈朵尚未落网，你现在只是推定，没有明确证据。那如果发现陈朵最后是被冤枉的，那你应该怎么解释啊？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个明白。在廖中的身体上没有其他人留下的外伤，死因非常明确，杀死他的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毒。这种毒是以下毒者本身的气为养分，中毒者内脏会受到腐蚀，这些伤口就是廖中体内毒发受到腐蚀所造成的。一旦中毒，就无药可解。总部的异能档案中会使用这种手段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路南大区的陈朵。你们对陈朵都不是很了解吧？刚好，我这儿有几个案子可以帮助你们了解。这些案子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被追踪的艺人罪犯全都身中剧毒，十分痛苦。还有一个甚至不是死于中毒，而是忍受不了那种折磨，自我了断了。那个时候的陈朵在干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监控录像显示，陈朵当时就站在那里，十分冷漠，他几乎不具备一个正常人的任何情感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对这样一个人，你们难道还要替他辩护吗？陈朵作为临时工已经严重失职，藐视艺人纪律，其他的临时工也有相同的隐患，有几十年不换名字的，有暴力倾向无法自控的，还有和权性搅和在一起反复横跳的。这样的一群人，你们能完全掌控他们吗？能控制他们不闯祸吗？不成为下一个陈朵吗？在陈朵的事情上，总部有错，我们一开始就不该让他离开安保。现在必须要亡羊补牢。赵东，是时候下最后的命令了。路中已被锁定，路东已被锁定，西北已被锁定，西南已被锁定，目标已锁定，是否实行抓捕？听总部指示。老毕，对你的态度我是绝对赞同的。艺人界不能乱呀，维护艺人界既定的秩序必须摆在我们公司的首位。所以啊，对临时工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呢，我们必须要正视。对陈朵这个人，我还是有点了解的。他身上的毒素极其危险，一旦扩散，会杀死所有接触他的生命，当然，也一定会波及到普通人的世界。他不能留在外面。既然陈朵必须得找回来，那么还有谁能比这些临时工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呢？我们当时设立特派队员这个初衷，不就是为了解决像陈朵这样的任务吗？赵董，这可是有点冒险了，你这是在放火归山。只要这个岗位存在一天，他们永远就是我们哪儿都通的员工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员工都不信任，我们还能信任谁呢？行动先暂停吧。我赞同赵董的意见。那我先表个态，如果路北区的临时工出现任何问题，我负全责。你们负责是理所应当的，这也算不上是什么条件。
我有一个补充意见：任务期间，各大区负责人的全部职权，包括跟特派队员之间的联络，都交由总部统一代管。哪儿都通虽然大，但也经不起再出现一个陈朵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立刻召集6大区临时工集合，带回陈朵，无论死活。如果带不回，或者其他临时工再出现状况，那就只能按老毕的说法去做了。那临时工这个岗位，恐怕就要成为历史喽。其他的特派队员也必须接受全面的调查，总部会亲自处理，把他们送进暗堡。发现问题的就不要再出来了。楚岚，3哥4哥，出什么事了？确实出事了，路南的廖忠死了，涉嫌杀他的是他手下的临时工陈朵。现在总部呢有联合那5名临时工，一起捉捕叛逃者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次的联合行动由总部直接指挥。宝宝，你快下去吃点东西，准备准备。3哥4哥，临时工的制度创立到现在，他们之间有过合作吗？行啊，你小子够敏锐，之前确实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可以说临时工这个制度啊，是老爹专门为他自己和宝宝设立的，可以让宝宝身份保密，不引人注意，又可以在这世上畅通无阻。这是为了能更好的保护宝宝，老爹想出来的最有效的方法。楚岚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头疼的是什么吗？这次临时工集结，彼此会碰面，临时工的真面目会被揭开，包括宝宝。如果我们拒绝呢？如果我们拒绝的话，总部就有借口彻查路北临时工。最坏的情况是，路北临时工的名额会被收走，宝宝也很有可能失去特派队员身份的庇护。他的身份如果被公开，会遇到什么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看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。3哥4哥，这次联合行动我可以一起去吗？当然了。宝宝还从来没有脱离过我俩的配合，单独行动过。他需要一个隐蔽的保护色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。密码是宝宝的1人编号，任务群已经内置了。出发以后呢，总部会通过这部手机与你取得联系。任务开始之后，总部对你们的牵制有限，你们最大的威胁就是其他5个人。他们的身份和来历都是谜，总部对他们有很高的戒备心也不无道理。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这次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一定要保护好宝宝。楚岚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准备出发吧。情报显示，陈朵的现身地点已经出现了，机票已经给你们订好了，走吧。我们走了。3哥4哥，咱们这次食宿标准能不能提高一点？毕竟也是总部指派的项目嘛，你俩就别这么抠搜了。想什么呢？食宿标准不变，超过的部分从你俩工资里扣。快去吧。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生来就不变换，不吃喝为怕，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一心妹妹独行人世界风华，前路浪大，我责任被下，我需求真相，瀑布险境多大，在千夫之间迎风踏，习武雷震，把自己点燃神话。放过为何去逍遥？
水晶一点，踏过云，眼睛和世面梦一见，听见乐风传来清晰的呼喊，看透这世间一种平淡，不断修炼的去跨越这一切。你好，看2间房。1间120，2间240，押金100，东西。看1间。啊？免费优先，他要申请来注册。哦。我还是很难相信，一个小女孩居然杀了一个大区负责人，而且这个资料上写的是廖中培养并提拔了陈朵，就像徐主任对你一样。宝儿姐，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冷血的人吗？嗯。而这个坑货，我也早就想干掉徐思了。别老刷附近美食了。宝儿姐，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2赵吗？记得。后来我还找他聊过天，不过他好像很忙，后来都不回我了。比起陈朵，我更关心除了2赵的其他几个临时工。宝儿姐，过来看。这个资料里，其他几个临时工的档案一个都没有，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？要不我们在群里打个招呼？嗯。点。原来这帮人都在潜水啊，难怪集合地点也没人提，也不知道这帮人是什么路子。怕啥子？有我在。我怎么怕了？我只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担心。不过现在也好，宝儿姐，咱们现在最好的策略，就是他们不露面，咱们也不露面，一直到了解清楚这帮临时工的底细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这次任务目标是陈朵啊，这些临时工是队友，不是敌人。对待队友要信任。信任那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。宝儿姐，这次你得听我的。哦。各位都到了吧？没有人提起集合的事儿吗？看来各位都不感兴趣啊。也是，要是没有这次任务，哼，我也不想和各位见面。任务简报各位都看了吧？陈朵来到这里之后，曾经与一个叫做万良才的人接触过。这个万良才无艺人背景，经营一家小吃店，之后陈朵就失去了踪迹。既然都不想露面的话，那就由我一个人去接触一下这个万良才。这个任务由我一个人去完成也行。别想得太简单，陈朵的情报都是由我的线人提供的。等我赶到线人那里，他已经被杀了。伤口与记录中陈朵的手段对不上，陈朵很可能有同伙。现在的线索就是万良才了。夜路长，谁在深渊？夜路长，寻人这一趟，眼即是凡人模样，也就是牛色无常。不停下树上的余光，历经看山后的枷锁，野花把人生的伤的支离破碎，如今快活。老板，再加份羊肉。哎，好，来了。
慢吃啊。你好，来吃点来。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？啊，我们这招牌就是羊肉粉，要不你上好嘛？来一碗吧，多放辣。好，来先坐到哈。哎，慢用哈。哎，等等，向您打听个人啊，这个姑娘，你有没有见过？这是我的侄女儿，跟家里人吵架跑了出去。女孩子啊，到了这叛逆期，家里人管不了，帮帮忙，老板。是这么回事哈，确实来过，但是后来走啊。那她上哪去了？哦，人家侄女啊，向我打听过一个人，叫梅清凤。梅清凤。就是本地的一个老婆婆，特别爱吃我家的羊肉粉，10几年老顾客了。老人家平时不爱出门，所以每个星期都是我把吃的东西送到他家，人家侄女要了地址一划就走了。那这老婆婆的地址，您可以告诉我吗？我给你写个地址。哎，对了，你等我哈。人家侄女走的时候啊，特别跟我交代，一定要把这封信交到问她的人手里面。可能姑娘家怕家里面人着急嘛，你去娃娃家心细。谢谢。哎，不用谢，麻烦吃啊。痛快，你们这应该来吃上一大碗，我请客。他说要请我们吃羊肉粉。宝儿姐，千万别上当，他只是想借用美食骗我们现身，咱们千万别上钩。很有说服力。我建议你听他的。听到没，宝儿姐？听人劝才能吃饱饭。张楚岚，你就是那个艺人演武大会上的碧瑶莲啊！你也是临时工啊？你谁啊？西南区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忍住。算了，没意思，还你。各位，说正事儿，万老板我已经确认过了，普通人，没什么问题。至于陈朵去的地方，我也打听到了。肖哥，我这一下火车就该来了，还好赶上。西南区，王振球，叫我球就行了。球，躲远点儿。
呀，目标只有老乡，都还挺好玩的。肖哥，需要帮忙吗？别插手。他们这也太残忍了，幸好不是对付我们啊！肖哥，要是没看错的话，你刚用的是大慈大悲手吧？你这么手一摆，所有老鼠都全死了，太帅了！怎么练的？教教我呗。球儿，我提醒你，别跟我套近乎。还有。下回我让你躲远点的时候，你得听话。变态，太变态了！而且我的策略是对的，咱们就该离他们远一点。这位置也不远啊，咱们过去吧。应该顺路，搭个车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都是临时工，肯定不介意的。还在等谁啊？要是没人的话，可以出发了。你们俩不想暴露，我完全理解。有什么顾虑就不用跟我来了，陈朵交给我们来处理。还藏没？藏，当然要藏了。就算藏不住，至少也可以拉开距离嘛。这俩货绝对不简单。陈朵就在里面，各位加油！任务完成就看你们了。终于有个像样的对手，可以让我活动活动筋骨了。肖哥，可别掉以轻心啊！这小姑娘的鬼把戏可多着呢。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自己人。不好意思啊，你是哪位啊？我，西北的华先生手下的临时工，你们叫我老孟就行。陈朵找到了，一个一个都出现了。想要抓陈朵，你得排在球的后边。肖哥多虑了，我不想跟大家来抢功劳。肖哥，求求，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，能不能让我跟陈朵先倒了，就是跟他说两句话。你跟陈朵什么关系？
初来乍到，我知道我没有适用资格跟大家谈条件，但是我想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。要是前面还有什么毒，就让我一个人承受吧，这是我应得的。程朵，出来了，他们找到你了。蝙蝠也多，都小心点。获得村的手段。阿维斯巴斯，哈！哇，这么多气啊！这是人长大的。一发入魂。宝儿姐，你别再射了，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意思意思得了。哦。后面的，谢了啊。程度，又见面了。您认识我？您是？认不得我了？哎呀，也难怪。程度，你为什么要杀老廖了？人家老廖那好一个人，你咋下得去手？别逼我！